自杀的这些念头。我有时候会有想要伤害自己的一些冲动。我在那些时候就会需要冰水来让我冷静下来。吴思颖今年17岁，念初级学院。她在升上中医那年坠入了焦虑症的黑洞。当我很焦虑的时候，我会开始很喘，我会开始哭，我的思路会更乱，身体也是可能会开始颤动，我就会觉得很无助，就会想要自杀，还是伤害自己。思颖在家里排老二，有个22岁的姐姐和14岁的妹妹。她的学业成绩比较好，以致父母对她的期望特别高。有一次，我的妈妈告诉我，我是家里唯一的希望。然后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，就觉得好像有很多负担，就会觉得我需要很快的去长大，而且可能没有像我的朋友们一样有时间去享受他们的童年。性格比较内向的思颖，在家里碰到难题，很多时候都默默地承受着。我的父母每天可能会吵架，然后会让我很焦虑，因为我觉得自己也做不到什么。小学的时候，我会跟他们讲我的心事，但是在那些时候，他们没有真的去听。我妈妈没有觉得心理健康是真实的问题。我的爸爸说你应该多乐观一点，就是让我觉得，那你觉得我没有尝试乐观吗？青少年这个阶段面对了很多不同的变化，就比如说升学、学业，还要处理人际关系，还有课外的活动。这个阶段也是他们探索自我的阶段，他们也会更在意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。所以他这种探索本身就有很多的不确定性，容易引发焦虑。永熙，你在画什么呢？那永熙他是得了社交焦虑症，那基本上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人交流。那当然，选择性静默症就是这个社交焦虑症的其中一个部分吧。比如说，他可以跟我们家里人或者是很好的朋友交流，但是面对一些陌生人，就完完全全是没有办法交流的。没呀，你要什么感觉？巧克力我跟你了。哦 ，strawberry， 应该strawberry，有个彩说。对 strawberry。今年20岁的张永兴，本性内敛，从小到大，外婆是他主要的看护者，感情很亲密。不料4年前，外婆因病骤逝后，对他打击很大。永兴可能一直以来都有一定程度的焦虑症。就社交焦虑症，只是说他有办法去克服这个社交焦虑症，但是当外婆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，他的情绪就跌落到一个谷底，就变了一个人，没有办法跟外婆交流，就连叫外婆都没有办法叫出来。外婆离世后的1个月内，永兴从开始的沉默寡言，恶化到后来触发社交焦虑，行为也大大改变。
基本上他就很不喜欢出门，他觉得很多人都在看他，很多人都在审判他，当然也是包括了没有办法上学。社交焦虑症发作的时候，他的四肢会是变成僵硬的，这个情况可以持续半个小时，最少直到2个小时。他不能动的时候，就要慢慢给他恢复了，才可以动。尝试了继续上学一段时间，但是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比如说跟老师交流啦，然后他也就是整个人很僵硬嘛，就被迫休学。最大的担心就是他能不能克服这个焦虑症。有时候我看到朋友的孩子，就可能相同年龄的孩子都已经上大学啊，还是达到一些什么成就啊，就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永信是这个样子呢？和焦虑症的抗争是孤单而漫长的内心交战，很多时候从外表是看不出的。那时候我在跟我的父母去买书本，那时候有稍微一些社恐，所以我不敢去跟员工讲，叫我帮我。但我妈妈开始骂我，我就那时候崩溃了。她不懂我害怕跟陌生人讲话，所以就那时候觉得很丢脸。到了家我还在哭，所以就很焦虑，而且身体会一直颤动。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去拿剪刀来戳自己的脖子。好球，谢谢。这次教练肯定又选你出国比赛啦，又是 IP 学生，羡慕死人。不会啦，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看，我都说了，乒乓 DSA 啊是有用的，我们的女儿可以进名校了。我还在担心她小六会考才220多分，只能进 Express， 这下太好了。结果进了。哎，雨桐，我回来了。哎，雨桐，来，你看，你可以进 IP 直通车啦。哈，我真的被那间学校录取了。对呀，怎么了？ IP 学生肯定很聪明，我会不会？哎，你也很聪明，不用害怕啊，你可以的。如果 IP 读不下去，没有 A level 文凭，是不是只有撇照一色了？这下太好了。爸爸是觉得进名校的话，他们就有很多机会进去，就是每个人都会读书嘛，就会激励你也想读书。没关系，我会努力的。 如果能重新再选择的话，我肯定不会以运动选名校，进入那种环境。我有3个孩子，我的儿子让我最烦心，我的第2的女儿可能跟他冲突比较多，让我最头痛的也是他吧，最心痛的也是他。 哎，回来了。他小学很喜欢跟朋友玩，他就是那种很活泼。最近功课应付得来吗？考试会不会？需不需要我们教你？还好，不用。下个星期有乒乓比赛是吧？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啊！这种低级的错误不应该犯的，记得哦。
扣杀的时候手要高一点。是到了中学就很少提到朋友，也没有讲说有朋友，但是我可能也以为是发育啦，就是有点改变这样。喂，你是？嗨，请问是雨桐妈妈吗？我是吴老师。他从来没有跟我分享过学业的东西。雨桐的英文不及格，其他科目的成绩也不理想。小学的时候，我有一直想教他、帮他，可能自己也不是很有耐心啦，所以他也不想来问我，可能怕被骂。老师打电话来了。那天我就是看他的脸色变，然后那个焦虑、那个怕，然后我知道他可能觉得自己真的是不够好，真的可能是怕会不及格，然后很多顾虑。都不知道你怎么打的，这场比赛根本就不应该输的。我觉得他的压力来自可能我们怎样看他吧，而且影响到他怎样看自己。你刚才和雨桐说话的语气是不是太重了？讲了多少次啊，还是犯这种低级的错误？好好照我方法去打很难吗？他哥哥还不是这样打？那你也不用在每个人的面前骂他呀。如果他还想留在国家队，心理的素质就要强大。其实，在运动方面，可能他就是觉得他比不上别人，他在成绩方面都是在学校，在他的班上的最后几名，他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个失败者吧。我这个女儿不哭的，一向来都是很开朗、活泼、很坚强。她怎样跌，她都不哭。她中3的时候，对，是我第一次看我女儿崩溃。雨桐的英文不及格，其他科目的成绩也不理想。这场比赛根本就不应该输的，好好照我方法去打很难吗？如果他还想留在国家队，心理的素质就要强大，不然怎么跟别人打？雨桐，你怎么了？我真的不会，我为什么不会？当他开始哭的时候，我真的吓到。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情，他跟我讲他不能做他的功课。什么事啊？干什么？我不会。你哭有什么用啊？啊？数学题不会，我教你，走。我叫你走。啊？这些题目根本就不难。啊？走，不要浪费我时间哦。啊？走，我教你。要学才会啊，哭会吗？啊，哭就会吗？你不要再讲了啦，我都没有看过他这个样子。如果你的女儿去，你怎么办？我当时会觉得很内疚，觉得是我害了他，因为这些东西我没有想过可能会发生。雨桐，你怎么啦？妈妈可以进来吗？那个厌食症、暴食症，我又得逼他吃，我又得盯他吃，然后如果不好的话，又得进入医院，不能下床。他厌食就是他不吃，他在算他卡路里，然后有时又暴食。又吃不停，吃变成那么一个痛苦的事情。我惊讶，他那个暴食的时候，我真的看到他哭，而且是哭得很惨的哭。那段时期，他更讨厌我看着他，更讨厌我在他身边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最痛苦的。雨桐，我不能接近他。怎么了？你的心情如何？陪伴他的那个心理医生就是教他怎样做。我很担心
这次考试又不及格，影响以后升学。哇，那是我真的很痛苦，而且我又不能骂他，又不能讲他。他去运动，我在后面跟着走，尽量不要让他看到，尽量跟踪他。那时我真的会怕说他会想不开。他之前拿到 appointment， 安佩说他半年内一定要增加体重，不然要送进医院治疗。你一定要确保他吃饭。我很内疚，我只是想让我孩子知道我是爱他们的，妈妈是爱你的。可是可能以前我爱他们的方式是错的，或者他们感受不到我是爱他们的。我今天煮了你喜欢的茄子，这个炒蛋，还有五花肉啊，还有这个你最喜欢的三巴，我刚刚买的，试试看好不好吃？还可以啦，啊，还可以就好，多吃一点。嘿，还有一道菜，拿给你。其实你不用特地去那么远买这罐三巴，你自己做的辣椒也很好吃啊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女儿走向我，就是她真的觉得我爱她，而且那个力量能让她面对这世界，让她慢慢走出来。如果家里的孩子有焦虑症，家长第一就是要了解他们的情绪，学会倾听，不要急于解决问题。第二，不要否定孩子的感觉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说这没什么，努力就可以了。然后第三，就是要更注重他们的过程，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更多过于最后的结果。经过4年的心理治疗，患有选择性缄默症的永欣依然在努力克服心理的焦虑，和外人正常交流。刚刚开始，这当然是很难出去，因为他觉得很多人在看着他。但是现在来说，他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，就是很轻松的说哦，我现在就是要来遛狗的，所以就可以出去。现在我觉得好很多，真的好很多。在父母日复一日的鼓励下，永欣慢慢的在生活中找回失去的声音。你要什么？1杯西瓜汁，还有1杯萝卜汁。OK， 1杯西瓜，1杯萝卜。他出去买东西吃，他其实是会跟我们练习的。可能在车上，他会先跟我练习说，我待会儿要这样子去跟阿姨说。然后他就会自己不断的练习，才会真的鼓起勇气去做这件事情。1杯麦乐冰。麦乐冰，小的啊。目前永欣踏出家门外，还是围绕着他所熟悉的几个地点。身边有了家中小阳光 Cotton 的陪伴，他的勇气也似乎多一点。因为就觉得这个 Cotton 是他的责任，他必须每天去遛狗。他就觉得说，我必须带 Cotton 去社交 ，Cotton 必须结交很多朋友。心理医生也有跟我们说过，永欣好像是把自己的这个人设或者是性格投射在小狗的身上，因为他自己很想去社交嘛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到，所以他就希望可以通过 Cotton去替他完成他的心愿。在辅导员的帮助下，吴思颖和焦虑症多年的搏斗也缓解了。陷入低潮时，他会把负面情绪化成文字。我写下负面的情绪的时候，会让我整理一下我的思路。每个星期跟辅导员见面的时候，都会写一下那个星期发生的一件事，让我感到感恩，会让我能够在最煎熬的时期找出一丝希望吧。烦闷时，思颖也会走向户外，调整心态。现在我会觉得，不是想要
克服焦虑症，而是学会如何跟焦虑症一起生活。我接受了自己是不完美的，也接受生活不会一直顺路的。虽然我也控制不了我周围的环境，但我可以控制自己，然后发挥自己的潜能，把自己生活过得很充实就足够了。因为现在跟心理医生是 whisper， 很小声的，那希望以后可以很正常的大声跟他交流。你对你自己以后有什么期望？就是你希望以后可以找到一份工作，就自己喜欢做的工作。要预防焦虑症的话，青少年第一可以对自己的情绪上有更好的认知，要知道自己压力的根源，他才可以及时的对症下药。第二是要保持生活上的平衡，不要只盯着学业，也要有适当的休息、社交和运动。第三，减少社交媒体上的比较，专注于自己的成长。第四，要勇于求助，可以跟身边的人、家长、朋友分享自己的困扰，不要全部都憋在心里。最后，也可以适当的学习一些调节自己情绪的技巧。